你想怎样？井上14郎是个真正的倭寇，我可以交给大人带回省里。齐大柱他们本不知他是倭寇，上了当，才从他手里买粮。依据大明律，此属不知者不罪，这样定案，何大人能否认同？这是卑职这几天询问口供写下的结案文书。齐大柱他们买粮渡荒，并不知道他是倭寇，因此并无通倭情事。但既与倭寇交往，不知也有过失，按律应鞭笞数十，然后释放。大人如果认可，便请在结案文书上批个字，卑职也好立刻赶赴码头安抚灾民，叫他们赶插桑苗，实行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。那个井上14郎现在哪里？暂由总督署亲兵看押。大人签了字，卑职立刻交人。哼！海知县，我比你多当了几年官，送你一句话：在官场要和光同尘。多谢大人教诲。大人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区一个县令，你怎么这么让开呀？啊，我们都看不惯。闭嘴！去，立刻到牢里把那个井上14郎给我提出来做了。这一次要是再出现什么差错，我要你的命！是。立刻去淳安大牢，走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了。我的意思，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？大人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您救了我们，也救了淳安几十万百姓，剩下的事儿，我们来做吧。来吧！受刑吧！刚才这些人在受刑，底下好些人在喝彩。我现在想知道，喝彩的是谁？喝了彩的，都请站出来。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刑吗？是为了给你们买粮。为了你们的田不被那些大户贱买了去，就为了这些，他们差一点被烧死，被吊死。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？遭了这么大的灾，几十万人要么就会饿死，要么就要把田都卖了。有几个能像他们出来为乡亲们做点事情？啊！
这些我都不说了。我现在要说的是，皇上给你们送粮来，借给你们，而且不要你们付什么利息。只有一点，让你们有饭吃，然后改种桑田。可是这几天来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粮改桑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，无非就是粮食能吃，生丝不能吃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生丝卖了钱可以买更多的粮。皇上已经下了旨，种桑3年免税，种桑比种粮的收成更大。多少大户想买了田去改种桑苗，那为什么现在有人借粮给你们，你们反倒不愿自己种桑呢？我身后几十船粮食就停在江上，还有胡部堂从江苏也借了几十船粮来，1、2天高福台就会运到这里。我现在就只说一句话，凡是愿意改种桑苗的，我海瑞代皇上代朝廷借给你。我包管我管的百姓，每一个人都有粮肚荒。凡是不愿借粮的，我一粒粮不借。我不想我管的百姓饿死，可是我也得向朝廷交差啊。凡是不能让我交差的人，那是你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这样的百姓，我海瑞也救不了你们。乡亲们，上天有眼，给我们淳安派来个青天大老爷。海老爷他救了我齐大柱，也救了你们大家的命啊！海老爷刚才说了，乡亲们要是想活命，就赶快借粮种桑。谁要是跟海老爷过不去，不用官府管你，就是齐大柱和我的弟兄们，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愿意借粮种桑的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愿意借粮种桑的，你们各乡的乡约，就到海老爷那儿签署借粮协议，把粮食领回去吧。知道为什么打你几十鞭子吗？知道。大人今天打了我们，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杀我们了。未必。你们毕竟从倭寇手里买过粮，我能救得了你们一时，但是救不了你们一世。知道如何做，既能自救，又能救百姓吗？大人，请赐教。杀敌报国。戚将军正在招募军队，与倭寇作战。是真汉子、好百姓，就投奔戚将军杀敌报国去，而不是聚众闹事。大柱明白了。大人，不知道戚将军他肯不肯收我们？报效国家，何愁无门？你们商量一下，要真的想这样做，我来举荐。是。韩子礼，你什么时候调到淳安县了？美的你！这屋里我都洗过了，就剩院子里了。神出鬼没的。你将总督署的兵交给高府太太来，
自己躲了。你以为你现在偷偷跑来给我洗地，我就能轻易饶过你？一个小小的淳安知县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官啊？啊？怎么说，我也是誉王派到这儿来的参军，仆部他都不敢让我伺候，我会到你这儿来给你洗地？你不会是将家母接来了吧？来，先洗洗脚。你真将家母接来了？老夫人、嫂夫人，还有小侄女，随着粮船明天一早就到。谭子礼，淳安县的灾民现在没安抚好，这儿又在闹瘟疫，你把他们接来干什么？你责备的是，不过我也要问你几句。这都6月中旬了，淳安的几十万亩田，还要不要赶插秧苗？赶插秧苗和将家母接来有什么关系？你认为没关系，可淳安的百姓认为有关系。先是给他们借粮，还不要利息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借？改稻为桑有那么多好处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？就一个担心，就怕你这个青天大老爷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没人替他们做主。现在淳安的百姓都信服你，你要把他们的心都安到肚子里去。现任官不带家眷，谁会相信你在这里能待多久啊？那你就不能晚几天把他们接来？赶种桑田不能再晚了。不要看今天百姓签字借粮了，人心似水，民动如烟。你不安住他们的心，老百姓说变就变。王永吉的家眷今天也到建德了，他那里比你好办些，只有小半个县改种桑苗，最多半个月就能赶着把桑苗都插下去。哎，你来这里做的一切，不久就会减在地心，行100里路，办90。赶紧把桑苗插了，有了这番政绩，今后封疆入阁不是没有可能。你少拿封疆入阁那些话来激我。你们当初写信让我来淳安县是怎么说的？啊？什么公之母即为天下人之母，公之女即为天下人之女，啊？莫计未干，危机四伏，将来情形如何还在未定之中，你们却巴巴的把他们就接来了。你想封疆入阁，我海瑞可不是为了封疆入阁来淳安县的。好，这句话是我说错了。把你请到淳安来的是我，你再这样豁命的干，真要获罪了朝廷，追究起来，连坐的人里第一个就是我谭伦。那时候誉王保不了，你也保不了我。不是说后怕的话，从你动身那天起，我就给老夫人准备了住宅。你丢了性命，我坐了牢，哎，我就让家里人把老夫人和嫂夫人，还有小侄女接到我家里去住。那一天誉王爷真的要接了位，别的不敢说，替你讨个追谥，替老夫人请个诰命，请朝廷拿出一份俸禄替你养家，这还是能办得到的。这些心里话，你不会不信吧？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信。你就是不该不跟我商量，就把他们接来。我接他们来，其实也是给你安排一件大事。哎，你想不想听？不听，不听。这可是能让老夫人最喜欢的一件事，你不能不听。有什么事能让老母亲欢喜？哼！我能让他老人家得个孙子。
谭子脸，咱们相交10几年了，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。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，怪力乱神，尤其不要跟我说。你不信神，还不信医，啊？李时珍、李太医这个人，你总听说过吧？你说谁？谭子脸，你是说在宫里反对皇上信方术的那个李时珍？是啊，正是此人。哎，他可不是怪力乱神吧？你能把他请来？啊？哎，是胡部堂请的。本意呀，是请他来这里来救那些患了瘟疫的灾民。我在苏州跟他谈起了你，他答应了，愿意给你和嫂夫人开几个方子。啊，10成把握没有，7成可以替你们海门点燃一支香火。哎，这件事我可是实心为你做的呀！啊。要是能把李太医请来救灾民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。那是。他什么时候能到？已经到了，和我一起从陆路来的。在哪里啊？进了县衙，看见你那些患病的灾民，就留在那儿了。这时可能正在查看疫情吧。你搞什么名堂？哎，走走走走，快带我去见他。兄弟，我说我真是吃饱了撑的，我闲着没事干，大热的天我跟大老爷讨这份差事干嘛呀？熏着烟，烤着火，我守着几百号刁民，哎呦，我的天，热死我了！我连肠子都悔青了，我。谁是郎中啊？啊，一边歇着去吧，等着吃药便是。院子里几百号病人，我哪有郎中一个个看呢？我再问你，谁是郎中？哎呦，我这，行，给他一碗药，打发他走。哎，拿去吧。哎呦，这药不能喝，把郎中喊来。切！你哪来的混账东西，竟敢泼衙门里的药，活得不耐烦了吗你？哪本医书上说过，衙门里的药不能泼啊？怎么着？闹事儿了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不怕闹事儿的。哎，六老爷，六老爷，六老爷，海大老爷说了，这个时候就别跟灾民计较了，不理他就是了。屁呀你！越让人越上脸。有事我担着，哼什么？跟我到里边去，走！起来吧你，走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大老爷，大老爷您来的正好，这些刁民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怎么回事？有句话太尊说得好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你对他们越好，哎。他们越发不知好歹了。就这刁民，您看见没有？他居然把您施的药给泼了。您说，该怎么治他？放开手！他把您的药泼了，还说您老用药用错了，这分明是在煽动灾民闹事儿啊！大老爷，这可饶他不得！放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了？啊？为百姓干一点事便不耐烦，不愿意在这里熬药，你可以回去。以后再拿什么圣人的话瞎说，自己张嘴。小的明白了。请问先生可是李太医？你对太医
就这般看重吗？我已经不是什么太医了，海知县，今后不要这般称呼。好，以后我就称你为先生。李先生也不要称我知县，叫我刚峰就是。先生一路风尘，请先到后院稍事歇息。刚刚的事，你问都不问，就让我去歇息了？啊，宫门里的人欺压百姓惯了，若是得罪了先生，我现在就叫他们过来赔罪。我怎么会跟他们计较这些？药用错了，得改方子。啊？不会吧？我用的全都是解暑清热的药，按照千金方上的方子抓的。啊、凭一本千金方，你就敢给这么多人熬药治病？难怪谭伦说你这个人一身都是胆。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赶快安排一下，我重新开方，让他们立刻抓药。我立刻安排。有本事的人啊，脾气都大。哦，比你脾气还大？我没他那么大的本事。今天来了个比你脾气大的李先生，明天还会来一个比你脾气更大的老夫人。请来这2个人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你这就要走？啊，件要紧的跟你说吧。走。改道为桑，到眼下这个局面，是严党原来预料不到的，连皇上也预料不到。他们想兼并百姓的田地，来补国库的亏空，再也搞不下去了。国策有了变数，总得有人顶罪。亏空还要补，也得拿人开刀。严党误国误民20年，也该是要倒台的时候了。我说的不是他们，他们眼下还倒不了。倭寇最近有大的举动，东南有大战事，这一仗要打赢，就要花大钱，国库是空的，谁也接不了手。皇上眼下还要靠严嵩、严世蕃他们来支撑这个局面，他们拿不出钱，便会拿有钱的开刀。据胡伯堂分析，眼下有巨财能填补国库亏空的只有一个人，沈一时。沈一时是织造局的人，他们敢动？织造局靠他发财，可他的财不是织造局的。要是这一次能贱卖百姓的田地，织造局就会依靠他多产丝绸，卖给西洋换回银子。可现在百姓的田地贱卖不了了，朝廷就只好抄他的家财来填补亏空，因为只有抄了他的家，才有足够的丝绸卖与西洋商人。那么多的作坊也就顺理成章归了织造局。这样的结果，皇上也会同意。可沈一时这次是拿自己的钱买粮借给百姓，抄他的家，未免不尽天理，也有违律法啊。正因为这样做，他才是自寻死路。他看出了上面有誉王反对，下面有你们抵制，知道兼并百姓的田地已经不可能，这才拿出自己的钱财替皇上买面子买人心。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自保了，可他忘记了一条最要命的古训：历来国库亏空，要么打百姓的主意，要么打商人的主意。现在百姓保住了，他焉能自保？那总得有个罪名吧？罪名还不容易，就拿他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招牌买粮赈灾，朝廷就能给他安上一条伤人乱政的罪名。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，朝廷挥霍无度，官场贪墨横行，
可到了这个时候，却弄成如此结果，可见立国不正。大明朝再不整治，亡国有日。整治是以后的事。这一次你救了几十万的灾民，又打乱了严党的阵脚，已经是石破天惊了。有句话你不爱听，我还是要说。接下来朝廷有任何举动，你都千万不要再去插言。严党一倒台，朝廷必定会重用你。为了谋国，你要学会谋身。兵者凶也。此次前去，你要多保重。前方打仗，就怕后方不稳。淳安是个重灾县，你稳住了淳安，就是稳住了半个浙江。你海刚分稳住了，我坛子里就不怕。半个月内，让百姓赶紧把桑苗都插下去，产了生丝全部卖给织造局。既要为百姓谋利，也要对上面有个交代。我也好向上面说话呀。老夫人这一次来，我就不能拜见了，你替我磕个头吧。哎，高凤兄，你这是？哎，来吧。何处无月？何月不照人？只无人如我二人也。告辞了。臣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阁老还是坐下吧。朝局一务在务，内忧外患并起，罪在内阁。臣身为首魁，愧对君父。两回事。几十年了，朕最不愿意的就是朝局。朕今天不想跟你们议朝局，只谈一个话题：父子。严世蕃，微臣在。好了，不要跪了。80多的父亲了，扶他坐下。是。爹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朕今天把儿子也叫来了，不是叫他来参加你们议政，而是叫他来跟你们一起听听这天底下做父亲和做儿子的关系。从古至今，最难的是什么人？
不是皇上，不是首魁，也不是你司礼监掌印大太监，什么都不是。最难的是父亲。就拿朕先来说吧，朕的这个儿子自小身子骨弱，朕呢淡泊世事，对他管教很少，但关心并不少。今年呢，他给朕添了个大孙子，这是给我大明朝立了一大功。为父为祖，朕赏了他媳妇家10万匹丝绸，可今天呢，朕的儿子把这10万匹丝绸都给朕退了回来。是做儿子的不认我这个父亲，还是做孙子的不认我这个祖父？都不是。朕的儿子体谅做父亲的艰难，这才将10万匹丝绸都退了回来。也不是都退给朕，而是退给了江南制造局。因为有人打着朕的旗号，把粮都借给了灾民。这个粮，夫债子还，朕的儿子是替朕在还债。谁让我大明朝的国库亏空了呢？他将这些丝绸一退，又提醒了朕。朕的命苦啊！人家都是1个儿子、2个儿子，妻妾多的也就能有10来个儿子。可朕身为君父，大明朝所有的人都是朕的儿子，朕怎么就当了这么个父亲呢？欲望为子仁孝，皆因臣等不忠，以君父之忧。臣等请皇上治罪。朕跟你们说了，不议朝局，朝局都是你们的事儿。就拿浙江来说吧，总督、巡抚、按察使，就连一个刚刚上任的杭州知府，都是你严阁老跟小阁老派去的。制造局是李方派的。受了灾的2个县份的知县，是朕的儿子向吏部举荐的。你们现在还跟朕谈什么朝局？俗音曰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可有的父亲啊，就甘愿去做这个马牛。田松、吕方，奴婢在，臣在。你的儿子就在这儿。他平常对你如何，你比朕清楚。朕呢，现在只想跟你打个招呼，不要事事都听他的。有些事可以让他去办，可有些事不要让他去办。管紧点儿，对你对他都有好处。臣谨领圣命。吕方，你本是个没有儿子的人，对吧？可你的儿子比谁都多，那么多干儿子干孙子，你累不累啊？奴婢错了，无关对错，皆因糊涂。宫里宫外那么多太监宫女，都叫你老祖宗。死了的人才叫祖宗呢。你一个大活人，让人家当死人叫着，叫也把你叫死了。奴婢
着实糊涂。你的那个干儿子杨金水，回到杭州以后怎么着了？每年几十万匹丝绸捏在人家手里，到了镇下拿点粮赈济灾民，还要靠人家去做好。现在朕的儿子退回了10万匹丝绸，先把账还了。可今年卖给西洋商人的50万匹丝绸，有没有着落？总不成胡宗宪在前方打仗，跟朕要军饷，朕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吧？这是奴婢失职，奴婢先行请罪。请罪就能把钱请来吗？奴婢请罪，是想告诉内阁，织造局是大明的织造局，任何人打着朝廷的招牌经商营私，都是以商乱政，都与织造局无关。内阁应该查明此人，即刻拿办。今年死也要撕出50万匹丝绸卖给西洋，筹集军饷，及时供给前方。要是误了胡宗宪在浙闽和倭寇的战事，司礼监和内阁共同领罪。朕说了，朝局你们去议，朕只是给你们各位打个招呼。个人的儿子，个人管好喽。再说了，这一次去淳安任知县的那个海瑞，副木官当的就很不错。虽然给朕落下了一屁股的债，可他还是把他那个县的子民都安抚好了。朕还真不好说他什么不是。这个人是朕的儿子举荐的，这个债就让朕父子来还吧。个人的算盘，个人打好；个人的债，个人去还。可以600里加急发基地给浙江，抄了那个沈一石的家，筹2亩军给胡宗宪。我立刻拟票。吕公公，你听我说。干爹，沈一石到了。沈老板，杨公公正等着您呢，请吧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
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公公终于回来了。我能不能回来，并不难。你这次能回来，倒是真不容易。带着几十船粮，从杭州到淳安，又到建德，杀了个3进3出，竟然没有醉卧沙场。好本事啊！来，先干了这杯。喝葡萄酒要用夜光杯，前年西域的商人就送了我4只。这回用这银杯子，是为了让你放心，酒里没有毒。公公，容我把话说完，再喝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怎么都可以。拖刀计、美人计、釜底抽薪、瞒天过海，36计哪一计都可以。能不能请芸娘先回避一下？用不着玩这些虚的了吧？你呢，送了个芸娘给我，这事儿从一开始就是虚的。什么人头上都可以长绿毛，唯独像我们这样的人，长不了绿毛。背着我你们做的事儿，当着他的面儿都可以说。我对不起公公，也对得起公公。